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卷？连沈腾都开始拍犯罪题材黑帮片了。他这次真的不是来搞笑的，不过他还带着魏翔。你他妈可知道珍惜？我去你妈！从时间到空间，电影《逆鳞》都离我们熟悉的西红柿很远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澳门一位重情重义的大哥留下了一段传说。你知道尊妃吗？在道上很有名，从没输给过任何人。这边喝着咖啡，那边小弟们已经把仇家解决了。显然，尊妃是拿自己在做诱饵，他狠厉，但并非不择手段、斩尽杀绝的人。这孩子太嚣张了！你们哥俩以后从城里消失，回村打鱼去。好，我走，干活。虽然梳着最萌的妹妹头，干着最狠的爷们儿架，可他懂得给自己留后路，也要帮兄弟们留后路。一半自己花，一半去家里去。殊不知有一些路是没有后路的。即使尊妃守着江湖规矩，但规矩在欲望面前就是用来被打破的东西。澳门这地方有很多肉，放在桌子上的你可以吃，而山顶上的也比较多。面对兄弟们说的赌船生意，尊妃隐隐担忧。他知道上了贼船，想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全给我听好了，没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登上那艘船，谁也没见过那艘船，明白了吗？机会永远和风险成正比，船下有暗礁鲨鱼，船上有纸醉金迷。这艘船不能轻易上，但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。每个人都是时代长河中的一条小鱼，只是有些鱼天生长着逆鳞。尊妃就是这样的鱼。面对本地大佬黄老板一起经营赌船的邀请，他先是欲擒故纵的拒绝，必须要到非他不可的时候，他才会开出自己的条件。我要上船，你带兄弟来，谁分红我3成。就是这么定的。他自己说山顶上的肉不能碰，因为还没有成为山顶的老虎，此刻却偏要和真正的老虎平分秋色。之后即将面对什么样的险境，自不言而喻。王总，那天你在警察局可什么都没说。与尊妃不同，这只叫黄朝进的老虎是不会给任何人留后路的。杀人不眨眼的黑帮大佬，大佬的女人兼洗钱助理，还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心机滑头。尊妃不惜和魔鬼们做着交易，游走周旋在炼狱之中，无非是想让自己和兄弟们都活得体面一些。可他虽外表体面，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紧绷。想要体面的代价远不止如此，最诛心的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，而是自己人的质疑。要不当初是为了挣这份钱进去，我是为了江湖义气，我是为了证明这个大哥或者那个大哥的命比我重要的。说的是钱，他妈说的是命，命可以和飞哥一样的。为了让自己和兄弟们都能多一条出路，过得更好，大哥尊妃在不归路上一去不返。即使有了抽身的机会，他也想先安顿好身边的所有人。这是电影里的故事，在电影外，沈腾的为人也是不差事的。他乐意照顾他人，自己红了也不忘提携带领着麻花的兄弟们不断向前。我们经常看见他逗大家笑，却很少在意他关注别人感受时严肃的一面。可别忘了，长着逆鳞的不只是鱼，也可以是龙。义薄云天又如履薄冰的尊妃，或许就是他一直想诠释的角色。戏里戏外，他都想成为众人眼里的好大哥。此时此刻，一如彼时彼刻，任世道再卷，他依旧是大时代背面那片不服输的逆鳞。今天电影《逆鳞》全国上映，一起去看看这个与纷繁冗杂的世界背道而驰，让我们既感到不一样，又似乎很熟悉的沈腾吧。没人能赢得了我。